身材的曼妙，你要怎么知道这个身材很漂亮？要衬托，靠什么衬托？旁边有人画一个胖的跟他衬托吗？不是，不是，好，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再来呢是鲨鱼的哈，以前看鲨鱼的几张图呢，我要观察的重点在哪呢？就是它会不会停留在它自己的舒适圈，就是不画盔甲。就盔甲类的那种奇幻啊，或者像那种仙侠什么的，不敢画这样子，就是还是画比较布衣之类的，愿不愿意踩出去突破？哎，愿意，好，那再来看表现怎么样？好，表现这样呢，我就觉得这个潜力是有的。好，我给你来了一个红线全餐，来看一下。好，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修改内容呢，跟以前很多红线全餐有点不太一样，这是有点进入一个更加专业的讨论了那看起来也就红线嘛，是不是？对大家来讲也就是红线嘛。来，我们放大，认真再看一下。来看脸，脸不就常常讲的东西吗？对，好。然后呢，再注意一下这个肩膀盔甲，这一块肩膀盔甲，认真看一下这个位置，你是不是纠结过？你愿意让肩膀盔甲挡脸？这个就是个大胆的突破。你知道有多少人不敢挡脸吗？那现在挡脸到底是不是个好选项呢？如果今天画下来挡这样子不上不下的位置的话，那我的建议是不要挡。我们做个什么选择呢？把手画长一点，它还有那个空间，画长一点，然后肩膀盔甲呢往外画，让脸顺利的有个周遭的净空这样。那什么情况下挡脸我会比较鼓励挡呢？就是你这个动作避无可避，那不如就挡多一点。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会选择改头像的走向，让它变成为仰角或什么的，这样稍微让一下。因为脸的完整美感是非常重要的，要就挡多一点，让人家一眼懂不然就离远一点，让脸可以独立呈现。这样比较怕的就像这样不上不下的挡，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角色是有点伤的所以我这边的选项画给你的呢，我是把它弄开让开会比较好。这是一个你会懂的东西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在这边的战略抉择就很重要。好，然后再看一下身体、胸、后背等等的，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把那几个点拉出来讲剑的位置我也改了，剑的走向改了，要记得画商业稿，武器永远很重要。然后你这边这个头看起来有一点点科幻有点那个感觉。如果这边你再把一些那种就是仙侠的那种花纹古装的花纹再给加一下，这个会比较入戏。这边有了然后你也去看了这种链甲，这些都看得出用心。然后腿的美感这些都不错那你看一下我改的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一块？看蓝线这一块呢，我会把它移开一点，这样会更有张力。除了刚刚那几个基本小地方之外呢，我首先第一个是有关五官，嘴巴太低太大，这个蛮明显的所以这个部分调掉，嘴巴往上提高一点。那当然脸可以顺着可能再往上移一下什么的，让它更加的像个美少女下一个部分是头发，头发这边是 OK 的吗？是，但是要更好你可以画的更加的丰富多层次，像这样层次再多一点点，你再看一下差异。原本这样子发展下去就不错，但是如果可以再跳快一点然后呢，这种头饰设计上你看一下我的选项，我们就多几个镶嵌的形状变化，像这样变化就会比较多。不然的话，你原本就只是一个板子，然后呢在里面玩花纹，对不对那不够最好再加一块挡上去，再来个珠子什么的，那这个角色不就的华丽度不就上去了吗？接下来呢是3的话呢，讲的是刚刚说到这个肩膀盔甲的选项就是挡脸这件事情呢，你可以选择都让它完全不要挡那这样的话呢，手就要画的长一点，画的再出去一点，这样可以让脸可以比较干净的呈现原本的做法，你再多挡一点进来，那这个角色的那个表情美感呢就会受一点压抑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的选项干脆选择让它让开，那动作会有一个微量的调整然后这个腰部盔甲也是故意让它画宽一点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身材的曼妙，你要怎么知道这身材很漂亮？要衬托，靠什么衬托？旁边有人画一个胖的跟他衬托吗？不是，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旁边没有办法放这些东西你要有那个剧情条件，不然都不行那要怎么办？透过盔甲画宽，浮动起来，用这种盔甲浮动的方式来对比出这个身体是曼妙的所以在这边的表现，我们把它画宽一点，画出去一些有这样的效果在。然后是这样是的话也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就是是这右边画面外侧肩膀、胸部、腰这边的所谓相关骨架问题
差一点，但是这个也要保持不停的钻研，更严谨的画。好，其实目前这样你这样是可以过的，就以股价题材这样是看不到什么明显的问题，但是最好再加强一下。所以是讲的就是这边的股价题材你要注意。然后呢，手很重要，这手的动作非常重要，这边就差一点火候。你看一下这手，这两只手就是要让它真的伸的有力，握的有力。因为这样的东西会传达出来的嘛，你假设拿那个剑你都不卖力，那这个东西你要说这个战斗力多强，没人信，是不是？好，再来了2样，6跟7比较少谈到的重点了。你原本的头发是这样，马尾钻到这里来，对不对？好，从这个地方出现嘛。好，那你知道这个画面的重点是什么吗？你这张图的重点，我不知道你自己能不能理得清楚。就这样画出来的话，这个拿剑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旁边就不要有碍事的，知道吗？不要影响它。所以当你头发从这里穿出来的时候，这边跟这个手臂手肘的轮廓呢太接近，影响了手的表现，那他拿剑这个动作也会受一点干扰，没那么明显的。所以呢，我们的选项你就把它弄大一点，来头发绕远一点。那为什么绕这个形状？然后我们不要绕这种很风骚的这样转转看嘞。好，这个形状比较有机会把画面圈起来，跟你的那个特效的位置啊，像你特效位置不在这吗？对不对？跟这个位置呢比较有机会形成一个视觉的那个闭环。那如果说特效走这个方向，这是应该大致是确定的。那很多图大概特效都是这样绕。那如果这个头发这样，那这跟这个特效的轮廓会打架，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视觉接续，就比较可惜了。所以头发在这边看起来只是改个位置，但是它包含的专业度是不一样的。绕远一点不妨碍手臂的发挥，这个记得。再来下一个也是比较少讲的，像你这边是画的这个地上放了一些那个战场的，这个应该是旗啦，战旗之类的，然后我好像把它画成那种长斧，无所谓。你的处理方式就是走安全感的路线，就把旁边包起来，这样对不对？其实呢可以大胆一点，画单边，单边可以让你的视觉往这个方向挤压。那如果说你这边再放一个的话呢，这种没处理好，它就变成画面的单调，就很像左右都画东西这种事情。那反而是你在那边画了剑啊，或者相同条件距离的这个近景的话呢，对画面来讲反而是让它变得比较不生动了，就变得好像是老招式同样的输出法。所以你要胆子大一点，这边不画，这边不要画，画这边。好，那观众看过来会不会有那种画面这边没有东西呢？你要对自己其他物件这些的表现要有信心，靠他们撑。这样的话呢，你的画面显得丰富，层次呢变得很灵动，而不是很呆板的左边有右边一定有，只是从这个战斧或者这个旗变成弓箭。这种呢是在更进阶一点的，在构思画面的时候要做到的。好，请你加油。